结块太原，开心游玩，来，开心不开心？开心！节拍太原户外徒步休闲第6期活动已经如期展开。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期活动的一个详细内容。本次活动参与人数30人，最小的13岁，最大的60岁。参与的交通工具有自驾的，有骑摩托的。而今天的路线相对也是比较简单，就是走这一条千年古道临近沟，寻找沟内那一些残存的历史遗迹。刚刚第一处历史遗迹已经看完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牛逼洞。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景象也是比较好奇，纷纷拿起手机拍个不停。由于临近沟整条道路难度并不是很大，也没有太大的爬升，所以就把第6次的行进路线选择在这里。个人认为这条沟看点还是比较多的，毕竟是一条千年古道，有历史的痕迹。带人出去，我从来不会盲目的瞎走路，而会提前选取这一些比较有看点的地方，不会像驴友那样而选择全程穿越。而参与的队员很多也都是户外小白，平时并没有走这种野路的经验，也是尽可能的把行走难度降到最低。这里也是曾经杨家将出兵打仗所经过的地方，大部队在这样的峡谷里面穿行，还真有一种行军打仗的意思。由于中途会有大石头拦路，又需要进行简单的攀爬，又有一种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意识。刚刚是看过了沟内的另一处看点，在这里到处都是奇峰怪石，怪石嶙峋。这样的地方即便是知道地址，倘若没人带路，一个人也是不敢轻易行走的。厚厚的雪地上时常能看到有野猪、狍子所留下的脚印。今天是找了当地的一位向导，所以才敢带大伙到这样的沟内来行走。一个人是非常不建议走这种地方。好在今天参与活动的队员年龄都不是很大，对于这种小的断崖过起来还是比较轻松。而现在所行走的就是由临近沟又插入到另外一条沟，叫抗筒子沟。由这一条沟就可以深入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深处，里面的景观是非常的原始。走入沟内，仿佛进入到一线天，2、3加一沟。沟内有几处断崖，高度并不是很高，通过相互协作，女同志也可以很轻松爬上去。倘若是夏季，这里面是非常阴凉，而且左右两侧的青石上都是长满了厚厚的青苔。这一条抗筒子沟的长度并不是很长，前方的尽头处就是一处非常大的断崖，上方拴有绳索，通过攀爬就可以到达山顶。而山顶所处的区域就是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域，所以说每一次的活动都是充满了趣味和挑战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能让大家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一些景观。出抗筒子沟又是一处奇观，笔直的山石犹如南天一柱，大伙看到这样的奇石也是非常的好奇。看完奇石，继续向下一处看点进发。时间已经来到中午的12点30分，此刻已经进入到就餐环节，一行很多人共同坐在草地上，一起吃做野餐，留下美丽，带走垃圾。午餐完成，已经到达下一处看点。在前方的峭壁上，很明显能看到几尊石佛。由于石佛年久失修，现在已经风化非常严重，大家也都在纷纷猜测这一尊石佛的来历，包括当年雕刻这一些石佛的一些原因。看完石佛，前方不远处又是一处历史遗迹，山体的石壁上明显有人刻画的痕迹，目前字迹比较清晰。对于这一处地方，网上有着很详细的介绍，叫明阳卫北记。从这一首诗也可以看得出，之前这里就是一条千年古道，而诗中多次提到天门关。这一块巨石是硬生生的劈成2半，当地人把这一块巨石被称为鲁班师傅石，是不是非常奇特的一处地方呢？看完北极石刻，前方距离出口已经不是很远，而就在前方的山体上又发现一处比较神秘的地方，
峭壁中有一处方方正正的大洞，很明显是人为的开凿。看完这一处地方，前方又发现一处奇景，一块独立的山石，远远看起来好像是耶稣雕像。出沟返程回到天门关，到此刻活动已经全部结束。很多人说今天的强度刚刚好，又有些人说还没有耍过瘾。大多数人已经开车返程回家，而有体力的队员继续逛下一处地方茂仁寺。逛完茂仁寺，天色已经不早，剩下的队员也开始进行返程。到此一天的活动算是正式结束。对于这么样的活动，这么样的行程安排，你喜欢吗？